大家好，歡迎收睇今日泰國。今日係2025年5月14號，星期三。本集新聞會為大家深入報道多宗泰國焦點事件，內容包括曼谷家具倉庫大火、邊境走私與兇殺案件、經濟與基礎建設政策新動向，以及地震與建築安全等社會議題，全面反映泰國現狀。曼谷家具倉庫大火，焚燒12小時，檢出大奧辛，居民緊急疏散。2025年5月11號，曼谷叻甲灣區一間Siam House and Home家具倉庫發生大火，焚燒超過12小時，倉內儲存約300噸塑膠，火勢猛烈，產生大量有毒濃煙。雖然事故中無人死亡，但已有7名居民因吸入毒煙送院。市政府緊急疏散方圓700米範圍居民，並呼籲佩戴N95口罩，因空氣中檢測到大奧辛等致癌物。消防使用特種泡沫灌救，為因塑膠燃燒與倉庫結構問題，滅火工作一度受阻。廢水有污染水源風險，當局已設違題控制。工業部初步懷疑倉庫是非法生產，企業則否認，稱只作家具存倉。居民擔憂健康風險，質疑監管鬆懈。政府承諾加強檢查，企業需負責風險管理。狼開查獲13萬火搖頭丸，寮國女子涉嫌走私毒品。喺5月13號，泰國狼開府再次發現重大毒品走私案件。一名年僅23歲嘅寮國籍女子喺泰寮友誼大橋邊境檢查站被截查，警方喺佢私家車備胎嘅暗格中搜出多達13萬7千粒搖頭丸，俗稱馬利，黑市估值超過5500萬泰銖。疑犯供稱自己只係一名受雇運毒嘅跑腿，由另一位寮國男子指使，報酬僅有1萬泰銖。佢原定計劃將毒品運送到狼開市內一間百貨公司停車場交收。事件再次揭示，寮國到泰國之間嘅毒品轉運問題仍然嚴重，特別係泰寮友誼大橋等邊境檢查站，一直係毒販嘅關鍵通道。近年新型合成毒品流入泰國社區數量持續上升，對社會穩定同青年健康構成長期威脅。洛坤府89歲老婦遭殺害藏屍麻袋，疑兇為摩的司機。喺南部洛坤府，警方日前發現一具老婦屍體，被兇手用麻袋包住棄置喺偏遠地點。死者為一名89歲嘅長者，失蹤多日。警方經過手機定位及周邊閉路電視分析，鎖定一名摩托車計程車司機為主要嫌疑人。據調查，死者失蹤當日隨身攜帶超過25萬泰銖現金，而有關財物亦告失蹤。呢宗案件不單揭示治安漏洞，更令社會關注高齡人士嘅人身安全問題。死者家屬批評警方起初對失蹤人口處理不夠積極，要求改進通報與搜救機制。泰國酒類法規放寬惹爭議，業界同公眾意見分歧。泰國內閣喺5月14號通過咗酒類法規嘅新變更，容許酒類喺更多時段同地點賣出，放寬廣告限制，仲計劃喺宗教節日都可以賣酒。酒吧營業時間延長到凌晨4點，目標係刺激旅遊業同夜間經濟，吸引歐美遊客，預計為酒類行業帶來幾十億泰銖收入。不過，手工啤酒業者覺得新政策唔夠到位，話酒稅高達30%，手續又繁複，阻礙咗行業發展，希望政府減低稅率同簡化程序。公共健康團體同宗教團體就反對放寬，擔心會加劇酗酒問題同道德下滑，特別係青少年濫酒同交通意外可能上升，促請政府加強酒駕檢查同宣傳。政府話會聽取更多意見，但爭議仲持續，長遠影響有待觀察。土地與建築稅上調，老舊物業湧現拋售潮。隨住土地與建築稅按真評估值上調，大量商業樓宇、公寓及酒店業主面對沉重財政壓力。唔少業主選擇將資產出售，或者改為30年長租，交由大型地產商翻新再利用。呢股趨勢推動房地產市場進行整合，但同時亦反映小型業主對政策變動抗壓能力較低，生存空間被壓縮。中國旅客減少，航空市場受挫 ，AV 面臨降價壓力。多間航空業分析機構指出，近月來中國旅客因安全疑慮減少訪泰，
導致中泰航線乘客量持續下滑。亞洲航空 AAV 等航空公司被迫將航班轉投國內市場，導致國內線競爭加劇，票價或需進一步下調。有分析指出，旅客減少與早前中國演員喺泰國遭綁架案有關，加上3月曼谷發生地震，進一步打擊泰國喺中國市場嘅旅遊形象。泰國向美國提交貿易提案，盼取消36%關稅。總理佩通坎 Paetongtarn 證實，泰國已經向美國正式遞交貿易修訂提案，希望可以取消由特朗普政府遺留下嚟嘅高額關稅，特別係對進口商品徵收36%懲罰性關稅。泰方提出措施包括擴大自美進口商品如玉米、液化天然氣等，加強原產地證明機制，防止透過泰國進行洗產地行為等。呢項提案被視為泰國喺中美角力之下保護本地出口商嘅重要行動。曼谷全電車票價封頂20泰銖，第2階段計劃推行中。交通部公布，曼谷地區推行嘅全線電車票價不超過20泰銖計劃已進入第2階段，預計喺今年9月底全面實施。乘客只需下載 TangRad 應用程式登記，並以信用卡或 Rabbit 卡付款，即可享受優惠票價。呢項政策有望大幅減輕上班族通勤壓力，並提升民眾使用公共交通嘅意願。清萊發生1.4級地震，緬甸邊境地區錄得9次震動。泰國氣象局通報，5月13號早上，清萊微須地區發生芮氏1.4級地震。同日喺緬甸與寮國邊境亦錄得共9次地震，當中最強一宗達到3.9級。雖然目前未有災情傳出，但當局提醒民眾要持續留意地震動態，尤其係喺北部邊境地區。國家審計處大樓倒塌，官方宣布結束搜救行動，仍有7人失蹤。位於曼谷嘅國家審計處大樓早前倒塌，事故發生至今，官方已結束現場搜尋行動，但仍有7人失蹤，身份未明。根據當局消息，承建商已向每位已確認死亡嘅受害人家屬支付100萬泰銖賠償金。政府方面表示，將全面檢討大樓設計與施工流程，同時針對承建商、建材供應商展開深入調查。泰國搶攻食用昆蟲市場，大家接受得落食昆蟲未？可能你會驚，但其實呢種可持續蛋白已經成為全球新趨勢。泰國預計2025至2030年間，食用昆蟲市場每年增長25.1%，成為全球第6大出口國，主要出口美國。點解咁多人睇好？因為昆蟲比起傳統畜牧，生產每公斤蛋白只產生1公斤二氧化碳，碳排放低27至40倍，用水用飼料都少得多，空間效益高。泰國年產約7000噸經濟昆蟲，投資門檻低，只需4萬幾泰銖，年利潤可達26萬，比養雞更划算。雖然仲有心理障礙同安全監管等挑戰，但喺政府推動下，泰國有機會成為可持續食品嘅領頭羊。你又會唔會試下呢類環保昆蟲小食呢？曼谷該澳遊行熱鬧回歸，活動展示咗性別包容精神，仲帶動經濟效益。主辦方話係近年最大規模嘅遊行，但平權之路仍然漫長。以上係2025年5月14號，今日泰國，我哋會持續為大家緊貼泰國最新局勢。多謝收睇，我哋下集再見。